冬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当大部分人还在温暖的被窝中熟睡，湖北洪湖边已有一群人穿着厚重的橡胶衣，踏入冰冷刺骨的湖水。他们的手指冻得通红，脸上凝结着白霜，只为寻找藏在湖底淤泥中的宝藏——莲藕。这份工作一天能挣700元，却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接手。他们就是中国的挖藕人，用健康换取生计的水中猎人。看着餐桌上清甜可口的莲藕，很难想象它背后竟是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采藕人必须穿上厚重的橡胶衣，一天要在水里泡上7、8个小时。夏天，他们要顶着40度的高温对抗蚊虫的骚扰；冬天，他们要在结冰的湖水中用被冻得通红的双手寻找藕的位置。更让人心疼的是，他们的手指会因常年泡在水中而变形，最后变成鹰爪一样。许多人50岁不到就会瘫痪。在盛产莲藕的湖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辣椒烫古酒，苦命人挖藕。别人去烤火，我往湖里走。这短短几句话，道尽了采藕人生活的酸甜苦辣，或者说，只有苦，没有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水田深处，看看这些默默付出的采藕人，他们用健康换来的财富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令人心酸的故事。莲藕是一种古老的水生植物，在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在汉代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人们发现了泡在鼎里的藕片，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在吃藕、种藕，对藕喜爱有加，甚至会把它带进墓葬作为陪葬品。由于对水资源和气候的依赖，莲藕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北方种植较少。到了明清时期，特别优质的莲藕被称为玉璧藕，一度成为皇家贡品，专供皇室享用。而那些世代以种藕、挖藕为生的农民，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职业——藕农。至今，莲藕产业在中国依然有着广大的市场，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莲藕的身影。脆藕往往有7个孔，水分多，淀粉含量低，外鲜里脆，清甜爽口，适合炒菜或者凉拌。而粉藕则更多是9孔，淀粉含量更高，口感更加软糯，适合煲汤清炖，口感绵密，顿顿吃也不会觉得腻。尤其是在湖北，一锅热气腾腾的莲藕炖排骨，对于当地人而言是经不换的美味佳肴。然而，当有人在室内享受着热乎乎的藕汤的时候，就有挖藕人在寒冬的藕塘里面辛苦劳作。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镜头去看看2个真实的挖藕人的故事，也许屏幕前的你会对这样一份职业有更深的认知。由于湖北洪湖产藕量庞大，不少外地人都会来到这里专门从事挖藕。这片洪湖旁边的藕塘就有一位来自山东大叔在这里挖藕，他性格开朗，面对镜头时还主动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随后又忙着把浮在水面上的莲藕放到满满当当的小船里。他已经年近60岁，在年轻的时候主要是做农民工。你看，他的头上有一顶一直戴着不离身的黄色安全帽，这便是他曾经辛劳工作的见证和纪念品。曾经大叔在各大建筑工地上干活，但是由于项目的种种情况，他经常要不到工钱。后来，他干脆改行做职业挖藕人。同样是做苦活累活，挖藕不仅收益更高，而且薪水基本会及时结算。这位山东大叔近来固定在洪湖附近挖藕，每年中秋节前后，孤身一人来到这里生活与工作，一直待到第2年开春才会离开。即便是对于中国人而言意义重大的春节，他要么回去3、4天与家人共度，然后匆匆忙忙赶回来继续挖藕，要么就干脆直接不回去了。为了能够攒下钱来，他吃饭就吃最简单的面条。在被问到住宿问题的时候，一旁的一位村里大姐抢先替他说了话。他呀，压根就舍不得租房，便找了附近村庄，征得这位大姐的同意后，在他家里搭了个免费的大棚，住在里面，每一分辛苦钱都舍不得花给自己。那这些钱究竟去哪儿了呢？原来，他还有一个在郑州工作的儿子，需要用5000块1个月的工资去支撑一个3口之家，显然儿子无法做到，这就需要大叔这个做父亲的、做爷爷的去补贴这个小家庭。大叔总是笑呵呵的，看不出来苦，
他身上有着中国寻常老百姓的朴实，也透露出多年风霜后留下的疲惫。他看似轻松地说：“老百姓死不了就往死里干，什么时候死了就不干了，一停下来就没有生活。”这一句话背后渗透了多年操劳的汗水，展示了一个老父亲的无限艰辛。让我们来看另一个挖偶人的故事。挖偶需要大量的体力消耗，挖偶人中的男性占据大多数，但是同样存在着女性挖偶人。这位来自四川达州的女性刘英就已经从事了20多年的挖偶工作。记者在2018年采访她时，她已经年满50岁了。她既是这群挖偶人当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大家眼里最能干的。仅仅是一个上午，她便挖出了将近500斤的偶。她和丈夫一起从事挖偶，一年四季，夫妻俩辗转在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偶田。一年当中，他们俩整整有将近10个月的时间在挖偶。当然，这份工作每年可以为他们带来8、9万元的家庭收入，这份收入也算得上丰厚。他没有高压水枪辅助，即便在水面结冰的时候，仍然只穿最简单的衣物，戴上手套就能走进泥塘里开始工作。他看似轻松地说，手指按下去肯定会痛，但是做习惯了就好了。同时，刘英也能意识到，挖偶这份工作其实比做建筑工人还要劳累，所以20来岁的年轻人已经不想参加这份工作了。偶堂里面工作的人几乎都是50、60岁的人。跟他在同一个莲塘挖偶的一位大叔，从16岁开始挖偶，如今已经60来岁了。面对镜头，刘英略显伤感地提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她家里有4个子女，孙辈也有好几个。她和丈夫赚的这些钱，最后都是用去让这一大家子人过上更好的日子。而为了省钱，她甚至舍不得回家过年，因为每次回家的火车票都需要400、500块钱，再多吃些，回去一趟就需要花费上千元。如果想念家人们了，她就只给他们打电话。她看似很轻松地抠着手上的老茧，说自己还在从事挖偶的工作，主要还是因为自由，做累了就可以休息一会儿。但实际真正的原因，相信我们都能够明白。一个个辛勤挖偶的人的背后，总会有让他们无限牵挂的家庭。在听了这2位挖偶人的故事，屏幕前的你是否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还需要依赖挖偶人如此辛苦地去获得莲藕呢？为什么不直接用机器收割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莲藕实在是太脆弱了。它不像土豆、胡萝卜那样生长在干燥的泥土里，而是藏在水下的淤泥中，稍不注意就会折断。而且，藕的内部布满了孔洞，一旦破损就容易进泥，直接影响口感和卖相。美国农业工程师协会2018年测试显示，传统收割机直接作业后，莲藕破损率竟然高达 73%。现在更多运用的机器是柴油机驱动的高压水枪，相比纯人工而言更高效便捷，但是整个采收过程无法完全实现机械化，同样需要专业的挖偶人进行操作。他们有着娴熟的技巧和经验，才能够在不破坏偶身的情况下，从浑浊不堪的水中将莲藕完整的采收。成为一名优秀的挖偶人，至少需要1到2年的时间来练习。经验与手感是挖偶人工作的不二法宝。过去徒手从淤泥中挖偶的时候，有些挖偶人仅仅穿着最为简单的防护，穿上贴身的衣物，套一双长筒雨靴，戴上橡胶手套，就可以踏入抽干水的荷塘里了。有了机械辅助后，下水前，挖偶人们需要穿上一种特殊的全封闭防水服。这种衣服往往由橡胶制作而成，足足有6、7斤重，不仅厚重，而且穿上之后完全不透气。真正的考验来自里面的微气候，防水服内湿度常年维持在 95% 以上。武汉大学运动医学中心研究发现，挖偶人单日汗液流失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的 1.5 倍。橡胶衣无法贴合到人体的部分，就需要拧起来，用松紧带绑到身上去，以免下水过后有水渗透进来。为了更好做好保暖和防护，橡胶手套和橡胶雨靴同样需要穿戴在身上。这一身穿起活就需要花费好几分钟时间，把人完完全全变成一个笨重的米其林轮胎人。传统的挖偶方法是徒手挖掘，全程纯靠人力。但现在，挖偶人有了一件秘密武器——高压水枪，更为省时省力。
高压水枪连接在水泵上，水泵往往是依靠柴油机制造动力。想要打燃这台沉重的机子，有时候甚至需要2个成年男性合作发力才能够完成。一股黑烟升起来，代表着机子已经开始运作，是时候可以下水了。尽管有了机器的协作，但是在下水的时候，蛙偶人仍然是看不见湖底的，只能靠慢慢摸索感知莲藕的位置。蛙偶人往往会跪在淤泥上，弯下腰，一只手掌慢慢在淤泥上摸索，另外一只手掌握着水枪喷水的位置。这个过程中，蛙偶人的整个身体几乎完全进入水中，只剩头露出湖面，有时候脸几乎都要贴到水面上。那么问题来了，隔着橡胶手套和防水衣，怎么样才能在浑浊的水中准确定位莲藕的位置呢？一位经验老道的蛙偶人分享了自己找藕的诀窍，轻轻地用手掌拨过去，如果水下的河梗不够硬挺，倒了，那个位置的泥土里就没有莲藕；如果足够硬挺，说明就有。由此可见，机器永远无法复制蛙偶师傅的第六感。一旦确定了莲藕的位置，蛙偶人会小心地拿水枪将藕一侧的淤泥冲干净，边冲边用另一只手摸索藕的生长走势。这个过程既要精准，又要掌控力度。莲藕很脆弱，一定不能对着莲藕冲，稍有不慎就冲断了，卖不出去好价钱。水枪力道非常大，如果冲到了人，恐怕会酿成重大事故。在冲藕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是冲刷淤泥，而不是强力冲刷藕体。水枪冲到莲藕尾部后，再回来冲莲藕的另一侧。等两侧淤泥冲刷干净，蛙藕人会从尾部轻轻把莲藕抽出来，往身后一甩，它会自动浮在水面。等结束后，蛙藕人会把一节节的藕拢在一起，堆砌到简单的小船上，再送上岸。这时候，往往就有卡车在岸边等着称重收货结清工钱了。这种蛙藕方式被称为打藕，在当下是更多蛙藕人的选择。对于熟练的打藕人来说，每根莲藕从被发现到漂在水面上花费1-2分钟，只用传统蛙藕方式的1/5。从8月开始，直到次年的4月，都是藕可以上市的季节。这期间的藕塘里面，几乎每天都能够见到蛙藕人的身影。他们也在这里感受到了最为极端的气候。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产藕量庞大的湖北有着火炉的称呼，这里的蛙藕条件可见一斑。天气最为炎热的时候，凌晨4点的藕塘头灯光束交织成星光矩阵，工人们要在水温超过28摄氏度前完成工作。这主要是因为一大早天气凉快，等到中午气温上来就没法干了，否则稍有不慎，蛙藕工们就会中暑。其次，高温会激活莲藕的自我保护机制，使藕节分泌胶质，增加挖掘难度。到了秋天也不会有很大的好转，秋老虎直晒脊梁骨，闷热难受。在这些时段工作的时候，蚊虫叮咬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万一遇上蚂蟥，更是免不了被吸上2口血。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南方的气温接近0度，水下冰冷刺骨，偏北一些的地方更为寒冷。蛙藕人在工作之前，往往需要借助水桶等重物凿开冰面，当防水服与冰面接触的瞬间，橡胶会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但与我们想象的不同，这时候在水里待着是要比岸上暖和的。由于有橡胶防水衣的存在，蛙藕人在水中往往不会感觉到寒冷，反而容易因为不断的劳动而出一身大汗。最容易感到凉的地方主要还是手部。为了保障人手对于莲藕的感知能力，蛙藕人穿戴的手套往往比其他防护衣物更为轻薄，工作久了难免会手上生出冻疮。而且因为要方便工作，即便是在飘起小雪的日子，蛙藕人也不能穿得太过厚实，较薄的衣物往往很快就会被汗水彻底浸湿。所以真正难受的是上岸后，劈头盖脸一顿寒风吹来，又湿又冷，稍不留神就会着凉。如果碰上了下雨或者下雪，那更是噩梦一般的工作环境。难怪有的蛙藕人会觉得结冰都不怕，最怕刮风下大雨。由于中国人对于莲藕的偏爱，藕的市场需求量居高不下。近年来的莲藕价格主要随季节变化而变，贵的时候15元一斤，便宜的时候8元一斤。春季新藕上市时价格最高，秋季大量上市时价格最低。说到莲藕，就不得不提中国的莲藕之都湖北洪湖。
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22万亩的莲藕种植面积，年产量高达30万吨，加工产值突破30亿元。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挖藕人辛勤的汗水。在销售旺季，一个种植基地每天需要挖出5-6千斤藕，而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往往只有5-6名挖藕师傅。这意味着，每个师傅每天要挖出1000斤藕，这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天要搬运半吨重的货物。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报酬如何呢？在体力劳动中，挖藕的经济回报其实可以说是相对可观。通常来说，一个挖藕人如果从早上7点开始，除去吃中午饭的时间，一直工作到天黑，每天多的时候能有700元左右的收入，有时候甚至能够一天获得上千块的收入。根据时节和市场需求的不同，挖藕工人的收入也有所差异。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批发的价格可以高到每斤将近4块钱，但是等到入了秋一阵子，便只能卖上1块多钱一斤了。价格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了挖藕人的收入。而为了保障整年都能持续有收入，挖藕人往往会选择逐藕而居的生活。他们像候鸟一样，随着莲藕的收获季节，在全国各地迁徙。从南方的广东到北方的山东，从东部的江苏到西部的四川，他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像普通人一样旅游，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丈量着祖国的土地。尽管收入总额不少，同样挖藕人需要付出的劳动是非常海量的。尤其是在寒冬腊月的时候，别人都已经在暖和的房子里面舒舒服服的取暖，和家人们聊天，而挖藕人仍然泡在冰冷的水中，摸索着藕的存在。屏幕前的你，会想做这样一份高投入高回报的体力劳动吗？是否会觉得为这样的薪水付出一些体力劳动也是值得的呢？然而，体力上的高强度并不是挖藕人需要付出的全部。随着大量劳动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还会面对着更多的健康挑战。挖藕人的手最能够直接反映他们的工作情况，这既是他们吃饭最为重要的家伙，也是最体现他们生活艰辛的日记本。这是之前我们提及的那位四川女性的手，指节肿胀，遍布老茧，写满了艰辛。由于常年浸泡在泥水之中，挖藕人的指甲缝里嵌着难以清洗的黑泥，双手布满厚厚的茧子和伤痕。寒冬时节，冻疮更是家常便饭。然而，这些外表的伤痕只是冰山一角。在没有高压水枪的年代，挖藕人直接把手当作耙子，挖掘泥下30至40厘米深的莲藕。长期的重复劳动使他们的手指关节变形、肿大，指节弯曲如钩，形状像极了老鹰的爪子。这就是被称为老鹰手的职业病。但这些老鹰手并不是唯一的身体损害，挖藕人更大的健康威胁往往来自长期在湿冷环境下的劳动。风湿性关节炎是最常见的职业病，许多挖藕人年纪轻轻就会出现肩膀、手臂、膝盖等部位的剧烈疼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抬起双手。不少挖藕人甚至在不到50岁时便开始依赖膏药来缓解疼痛。湖北赤壁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就有一位曾从事过挖藕的老农民，因风湿病痛，举手投足都感到困难。他尝试抬起手臂，却因关节已经受损而失败。更让人心酸的是，在这个村庄，几乎所有从事过挖藕的村民都或多或少患上了风湿病，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病情的轻重程度。此外，挖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长期弯腰和驼背的劳作。为了挖掘埋在水中的藕根，挖藕人通常需要长时间弯腰、低头工作。这样的姿势极易引起腰背的劳损，且通常和风湿性关节炎并发。这种肌肉劳损让挖藕人的全身都感到酸痛不已，痛苦难忍，甚至有时疼痛让他们不得不前往医院治疗，辛辛苦苦挣来的收入也随之用于医药费用。这位湖北老农半是调侃半是心酸地说，挖藕赚来的2万块钱最后都交给了医院。挖藕无疑是一门苦差事，但是无论劳作多么艰苦，职业病的存在有多可怕，总有人迫于生活的重压，穿上厚厚的防水衣，走进冰冷浑浊的湖水之中，为了那几两碎银，为了等待着自己的家庭将健康放上天平的一端，去交换那一笔丰厚的报酬。
在火遍大江南北的《舌尖上的中国》这一部美食纪录片中，一位挖偶工对着镜头露出朴实的笑容，说：“我们家盖房子的钱，孩子的读书钱，全是我挖偶挣的。”这句话是无数挖偶人的缩影，凝结了不知多少苦涩的泪水与辛勤的汗水。然而，更让人感觉无奈的是，近年来莲藕价格波动较大。早在2017年，莲藕的市场价就有着低谷，当年一斤鲜藕甚至只能卖出7、8毛钱，挖偶人所获得的工钱更是可想而知。在新冠疫情之前和开始后一段时间，也就是大概2018年到2021年间，莲藕价格总体来说稳中有升，主产区如湖北等地批发价约为2到4元每公斤，藕农和挖偶人获取的收入也相应而言比较稳定。但是在2022年及其之后，价格波动加大，疫情后物流刚恢复时，批发价一度冲至5至6元每公斤。由于市场利润较高，自然也导致了竞争加剧。2023年，云南扩种莲藕，最终导致局部滞销，藕农与挖偶人的收入相应都受到了影响，加上化肥、人工、机械燃油等成本的叠加，想要放弃莲藕种植的藕农数量逐渐增多。由于挖藕无法机械化，种藕的最大成本就是人工，通常每1斤藕需要付给挖藕工7毛钱。除了工钱，藕农往往还需要购买挖藕设备，一台就3000元左右，每天能烧上几十块钱的油钱，再加上地租和化肥的支出，种藕的利润空间逐渐减少，甚至会出现亏本的情况。所以，一些藕农干脆直接放弃了种藕，转而去做有更多利润空间的种植。有些农民会将藕塘和藕田承包给种植大户或者行业巨头公司，小型的个体种植户数量急剧减少，这直接影响了对挖偶人的需求。许多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降低生活成本，或者接受更低的工价，生活质量也因此受到影响。他们往往就住在最为简陋的棚屋里，3、5个人搭伙过日子，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中的艰辛。每年，数以万计的藕农和挖偶人都在这片泥水中辛勤工作，挖掘一根根新鲜的莲藕，为我们送上餐桌上的美味。然而，这项工作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和劳苦，已经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那么，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吃莲藕吗？他们是如何采挖莲藕的呢？莲藕作为一种重要的食材，在亚洲的多个国家都有广泛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在日本、韩国、印度等地，莲藕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莲藕的生长条件比较特殊，它需要在泥潭中生长，这也意味着采挖难度较大，因此几乎没有欧美国家种植莲藕。即使欧美人有吃莲藕的需求，几乎全都依赖进口，尤其是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莲藕。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他盛产莲藕的亚洲国家是如何挖藕的。在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区有着吃莲藕的传统，这里的采收者经常使用传统方法，在达尔湖等湖泊的水下采收莲藕。而这里的采收条件相较于中国更为恶劣，挖藕人甚至很少能够用上高压水枪等机械辅助，往往就是依靠手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去进行采挖，他们的健康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而在日本，莲藕的种植和采挖有着更加精细的机械技术。为了提高效率和减小劳动强度，日本已经研发出了小型的挖藕机，这些机器能够在泥泞的水中不断挖掘出莲藕。虽然机械化程度较高，但人工仍然不可或缺。工人们仍然需要穿着防水服，泡在泥水中，观察水面上漂浮的莲藕，挑选出品相最佳的藕，然后将它们放入小船中，等待运输到岸上。尽管机械化技术的使用使得劳动强度有所降低，但日本本土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小，适合种植莲藕的区域并不多，因此莲藕的生产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导致莲藕价格相对较高。根据市场情况，带泥的莲藕在日本的市价通常为30至40元人民币1斤。若是去除了泥土，清洗干净的莲藕，价格则会更高。如果要考虑运输费用，莲藕的价格对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而在中国，即便莲藕供不应求，其价格也远低于日本，通常1斤莲藕的价格不会超过20元人民币，价格相对亲民。
并且不只是中国人爱吃中国产出的莲藕，中国本土出产的物美价廉的莲藕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青睐，其中不乏邻近的亚洲邻居。在2019年，中国莲藕就占全球总产量 90%， 出口量更是占据全球 60%。 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也是进口中国莲藕的大户。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也在尝试引入更多的机械化设备，以提高挖藕的效率。山东石油化工学院的教授岳吉祥发明了一台不需要人下水的自动挖藕机。这台机器看似笨重，却能在同等时间内挖出相当多的莲藕，比5个老练的挖藕师傅加起来还要多。并且，这台机器挖出来的藕外形完好，没有损伤。然而，尽管这项技术已经取得了一定突破，自动挖藕机依然没有在中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原因在于莲藕的生长环境非常特殊，机械化设备的设计精度、机器体量控制以及采购成本等因素仍然是难以跨越的技术瓶颈。所以，在中国的莲藕产业实现全面的机械化，在短时间内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如今，比起机械化的苦难，挖藕行业正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现实：青黄不接，从业人员流失严重。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2021年的统计，全国专业从事挖藕的人数正以每年 7% 的速度递减。许多年轻人不愿意选择这项工作，原因我们可想而知，这是一项体力要求极高且存在较大健康风险的工作。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艰苦，这使得许多年轻人对这份工作敬而远之。此外，由于挖藕行业的市场逐渐饱和，藕农和挖藕人的收入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价格的波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机械化的逐步推进，都让这个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即便是在收成较好的年份，藕农的收入也往往处于微薄状态，而挖藕工人的工钱也随着市场的变化起伏不定。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样一份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自然不具有吸引力。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在泥水中坚守的挖藕人，我们才能在餐桌上享受到美味的莲藕。莲藕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一种经典食材，由此衍生出许多美味的菜肴。在夏天，我们吃着脆嫩的凉拌藕片；在冬天，我们会煮上一锅喷香的排骨藕汤，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味。而这些佳肴的背后，是无数藕农和挖藕人日复一日的辛勤付出。我们品尝到的每一口鲜美的藕片，背后都凝聚着他们的汗水和劳苦。或许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能够改善挖藕人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福利，让更多的人愿意从事这一职业。一个显而易见的方向是提升挖藕的机械化水平，减少对人工的依赖，降低挖藕人面临的健康风险。同时，在政策上提供更多的支持，例如为挖藕人提供健康保险、职业病防治以及劳动保障等，确保他们的身体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此外，挖藕的待遇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挖藕人需要被看见，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效益也应该得到提升。毕竟，这些风里来雨里去的莲藕猎手们，正在用汗水书写这个行业的黄昏传奇。那么，屏幕前的观众们，如果是你，愿意从事这份工作吗？或者，你认为怎样才能让年轻人也愿意从事这份工作？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喜欢本期节目，还请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